为什么有些肥皂做出来是黑黑的？嗨，大家好，我是 June， 欢迎你回到 Soul of the Day， 让我们一起开心打造。那今天的主题是环保，因为我们要做的是回锅油家事皂。那什么是回锅油呢？回锅油就是回收的油，也就是使用过的食用油，例如在家里煮过菜的油，或是用来煎炸过食物的油。目前马来西亚这里正在进行一个活动，叫做100人打造环保慈善活动，今年已经是第2届咯，是由马来西亚一个 Facebook 手工皂社团举办的。那这个社团的名字叫做手工皂知识分享团（括号马来西亚）。这个活动在马来西亚的皂圈里非常盛大哦，在去年举办第1届的时候还上了电视节目，而今年第2届也有被报章报道出来，而他们做出来的回锅油家事皂都会捐赠出去，又做慈善又做环保，真的是非常棒哦。那如果你有兴趣参与的话，可以到他们的社团里看看，或是询问这个活动的负责人。那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我当然也要来参与一下咯。所以今天做的回锅油家事皂，我也会把它捐赠出去。那我就顺便把这个影片送给想要为环保出一份力的你。那你可以把家里煮过菜的油收起来，或是到家里附近的餐厅回收他们的油，把它们做成回锅油家事皂。无论是自家用还是捐赠出去，都是非常的实用，非常的有意义。那现在我先为大家示范如何制作回锅油家事皂。在影片后面呢，我也为大家总结了6个重点和一些常见的问题。如果你有经常看我的影片，那你应该知道我每次为你总结的重点都是一些非常重要或是你一定会产生的疑问，所以记得千万不要错过，看到最后。那我们现在马上来开始吧。我今天使用冰块来溶解，我提前一天把纯水结成冰块，因为今天要制作的量比较大，而氢氧化钠接触到液体后会产生气体。为了避免吸入这些气体，使用冰块来溶解就不会产生气体。接下来我在碱液里加入盐和糖，盐可以增加肥皂的硬度，糖可以增加肥皂的起泡度。我在每公斤的肥皂里加入10克的盐和10克糖。这个盐和糖的使用量你们可以自行调整，可以增加或减少，或者完全不添加也可以。这个糖的融化速度非常慢，我用了20多分钟才全部融化。建议大家可以先用少许热水融化后再加入碱液里，而盐的融化速度就很快，可以直接加入碱液里融化。那我们现在呢要来量油，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它的底部呢是有一些残留物的，因为毕竟这个是煮过食物的油嘛，所以呢我们就要用筛来把它隔掉。然后这些渣呢我们就丢掉。我会把配方链接放在影片下方的描述栏里，你们待会可以去看看。虽然我今天制作的量是3公斤，可是我分享给你的配方是1公斤的，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制作那么大批的量。那如果你需要做2-3公斤的话，就把配方的使用量乘2乘3。皂液打至 light 萃时，可以添加茶或咖啡，可以帮助去除回锅油的异味。我在影片后面会告诉大家更多的添加物选择。把皂液打至 trace， 然后入模。那其实我们生活中啊，有很多东西都适合循环利用，用来当做入皂的模具。像是这个呢，就是豆腐盒，它的底部这里会有一个标记哦，它会显示这是一个 PP5 的塑料盒。那这个呢，就适合用来入皂。像这个就是外卖盒，它的底部啊也是一样会有显示，会有一个标记哦，也是 PP5 的，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用来入皂。像这个呢，就是 yogurt 的盒子，这个 yogurt 的盒子也是一样，下面也是PP5 的，而且这个呢，它的材质很硬哦，所以可以循环利用个3-4次。这个呢就比较软，可能循环1-2次呢，它就会破掉。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适合的就是牛奶盒，那大家有一点要注意哦，牛奶盒里面这种白色的才适合用来入皂。有一种牛奶盒，你打开以后呢，它里面会有一层银色的锡纸，那个是不适合用来入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把它们洗干净、晾干以后就可以用了。可以添加一些干的咖啡渣，可以除臭和增加去污力。
那这些呢就不需要切了，直接这样使用就行了。那我们现在要切的是这一些。切了以后才发现没有按到这个照相机的按钮，切了以后就是这样，很可爱吧？而且我还做了分层呢。这个有点像在切 cheese 的感觉。那这个豆腐盒啊，洗干净以后还可以继续使用哦。那重点来咯，第一，在制作回锅油加湿灶的时候要用什么皂化架？其实市面上有很多食用油都是用好几种不同的油合成一瓶的，那这是厂商特别调配出来的配方，是为了让我们在煮菜的时候有更好的风味。你们可以去你们家厨房拿出你们的食用油，翻开后面的标签来查看一下，因为后面标签呢都会显示都会写着到底这瓶油里面含有什么油。那由于我现在手上这一瓶呢就只是橄榄油，所以它后面的标签也只会写着只有橄榄油。可是其实市面上啊有很多的油，它是同时用2、3种油合成一瓶的。打个比方说，它里面同时会含有大豆、花生或是芝麻。那这时啊，你一定会产生一个疑问啊，里面有3种油诶，那到底我要用哪一种皂化架？那这时我们要先来看看这3种油的皂化架。那假设说这一瓶油同时含有花生油、大豆油和芝麻油，那这一些就是它们的皂化架。那我个人的做法呢，我会选择采用中间值的皂化架，也就是0.135。那是因为如果这一瓶油里面含有3种不同的油，那它们各自的比例到底占多少，我们也是不知道的，厂家也不可能告诉你呀。那如果是这时呢，我的做法就是我会先找出来这3种油的皂化架，然后我会采用中间值的皂化架。那这是我个人的做法，把它分享给你们。那像这一个啊，这一瓶油哦，也是回锅油，是我一个做食品生意的朋友送给我的。那我这个朋友呢，他很明确的告诉我，他使用的是米糠油，并没有混合任何其他的油品。那这时呢，我就会直接使用米糠油的皂化架。那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完全不知道你的回锅油里都含有什么油。就像是我眼前这3瓶啊，其实呢都是我的亲戚、邻居还有他们的朋友一起送过来给我的，所以呢他们都已经是混合在一起了，我完全不知道里面含有什么油。那这时我们要如何计算皂化架呢？那这时我会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使用介于0.130到0.140之间的皂化架。因为市面上大部分售卖的常见食用油，它们的皂化架都是接近或是介于0.130至0.140之间。像是米糠油，它的皂化架是0.128，那它就是接近0.130。或是棕榈油，它的皂化架是0.141，它就是接近0.140。那刚才我们有提到的大豆油、花生油还有芝麻油，它们就是介于0.130到0.140之间。那这时啊，我知道有一小部分很聪明的观众，他一定会想，那万一我这瓶油里面是含有椰子油，那怎么办呢？因为椰子油它的皂化架其实是在0.180以上，就是比较高的皂化架。那我个人的意见呢，是我们刚才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是基于你完全不知道里面含有什么油嘛。那用0.130到0.140这个皂化架呢，是属于比较保守安全的做法，因为至少这样你做出来的这个回锅油加湿皂不会过碱，不会伤手啊。所以呢，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和想法。那如果说你有更好的方法，或是你有不同的意见，欢迎你留言告诉我，或是和大家分享。第二，如何计算皂化架？很简单哦，只需要使用油的重量乘以皂化架就可以了。比方说，
这里有1000克的米糠油，那我就用1000克的米糠油乘以它的造化价，也就是0.128。那我得到的答案就是128。这128克就是氢氧化钠的使用量。第三，做出来的回锅油加湿皂会有臭味吗？这一点呢也是非常多人关注的一点。那答案是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那这要看你的回锅油有多脏，又或是之前它煮过什么食物。那如果你真的担心做出来肥皂会有臭味啊，你可以选择添加这些东西。那我一般呢会添加茶或是咖啡，因为这样的成本呢比较低。那精油或香精的话我就不添加了，因为我做回锅油加湿皂啊，就是为了要环保、节省开支和循环利用。那如果去添加精油或香精的话，就多出来一笔开销，因为精油和香精的价格都蛮贵的嘛。那如果说你是做给自己用，或是要送给家人朋友的话，那没问题，你可以在肥皂 light trace 的时候去添加精油或香精。第四，为什么回锅油加湿皂会 trace 得比较快？因为煮过东西的油里面会含有从食物里释放出来的成分，而这些从食物里释放出来的成分就会导致皂液 trace 得比较快。当然啦，这也要看你的回锅油里面都含有哪些油。比方说这一瓶是米糠回锅油，那米糠油啊，它本身就是一个会加速皂化的油，再加上它已经煮过东西，那它 trace 的速度就会更加快。那如果说这一瓶，如果说它里面含有的是大豆、花生、芝麻油，那这3种油啊，它都是软油，而且都不会加速皂化。那虽然它煮过东西，可是它 trace 的速度就会比这一瓶来得慢一些。第五，为什么有些肥皂做出来是黑黑的？那这就要看你的回锅油有多脏哦。像是这一瓶啊，很明显的，这颜色比较暗嘛，这个颜色就比较干净。那如果说用这一个做出来的回锅油加湿皂，它颜色就会比较偏棕色，而这一个做出来的呢，就会比较白。像这一个啊，我做的颜色就很白啊，而且其实没有很重的臭味啊，它是有一点点油味啊，可是对我来说不是臭啦。那如果说你想要这个回锅油加湿皂做出来比较白的话，你可以添加2汤匙的面粉。那这个面粉呢，可以帮助让这个肥皂变得比较白，而且呢还有增稠的作用。第六，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用回锅油做出来的肥皂用来洗东西就好，洗车、洗地、洗厕所、洗浴室、洗锅碗瓢盆都可以，就是不建议用来冲凉洗身体。那我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给我点个赞，订阅我的频道和打开小铃铛。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个影片见。